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瑞鹏啊，这次修族谱，你出了这么大力，族里人都记着呢。族长郭天花拍着郭瑞鹏的肩膀，笑得合不拢嘴。郭瑞鹏点点头，心想着能为郭家祖宗做点贡献，这60万花得值。可当他在新修的族谱上找不到自己名字时，脸上的笑容凝固了。谁也没想到，这个看似风平浪静的男人，心里已经开始盘算着什么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春日的午后，阳光透过办公室的百叶窗洒在桌案上。郭瑞鹏正在处理一批来自德国的订单，电话响了。瑞鹏，在忙吗？电话里传来族长郭天花苍老而带着几分急切的声音。族长，您找我有事？郭瑞鹏放下手中的文件，语气恭敬。是这样的，我想到你办公室坐坐，有个事想和你商量商量。不到半小时，郭天花就出现在了郭瑞鹏的办公室门口。这位70多岁的老人虽然头发花白，但精神矍铄，走起路来腰板挺直。族长，您请坐。郭瑞鹏赶紧起身迎接，给老人倒了杯茶。郭天花坐下后，环顾了一圈这间装修考究的办公室，眼中闪过一丝满意的光芒。这个30岁的年轻人，短短几年就把外贸公司做得风生水起，在县里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了。瑞鹏啊，你做得不错，你爸郭志国要是还在，看到你这样肯定很欣慰。郭天花感慨地说道。提起已故的父亲，郭瑞鹏眼中闪过一丝黯然。族长，你有什么事直说吧。郭天花抿了口茶，清了清嗓子。是这样的，咱们郭家的族谱已经150年没修了，我这把老骨头也不知道还能撑几年，总想着在有生之年把这事办了。修族谱，郭瑞鹏有些意外。对，修族谱，咱们郭家在这一代也是大族，祖宗10几代的传承不能断在我们手上。郭天花说着，从包里掏出一个厚厚的本子，这是咱家现存的老族谱，纸都发黄了，好多地方都看不清了。郭瑞鹏接过来翻看，确实如郭天花所说，这本族谱已经破旧不堪，很多字迹都模糊不清了。族长，您的想法很好，修族谱确实是件大事。郭瑞鹏认真地说，就是钱的问题比较头疼。郭天花叹了口气，找专业的人来修，加上印刷装订，怎么也得60万。族里其他人家境都一般，拿不出这么多钱。郭天花说完，眼巴巴地看着郭瑞鹏，话里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。郭瑞鹏沉思了片刻，想起父亲生前常说的话，做人要饮水思源，不能忘了根。虽然60万对他来说不是小数目，但为了郭家的传承，这钱花得有意义。族长，这样吧，这60万我来出。郭瑞鹏爽快地说道。郭天花眼睛一亮，激动得差点从椅子上站起来。真的，瑞鹏，你真是郭家的好后代啊！应该的，咱都是郭家人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郭瑞鹏笑着说。好好好，那我马上就去联系修谱的事。郭天花兴奋得有些语无伦次。瑞鹏啊，族里人知道了，都得感谢你。当晚，郭瑞鹏回到家，把这事告诉了母亲张秀梅。儿子，你做得对。张秀梅满意地点点头。你爸生前最看重家族传承，你这么做，他在九泉之下也会高兴的。妈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咱郭家在这一代也算是望族，族谱不能在咱们这一代断了。郭瑞鹏说道。张秀梅拍拍儿子的手，60万不是小数目，
但你有这份心，比什么都重要。第二天一早，郭天花就召集了族中的几个长辈开会，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村子。郭家的男女老少都知道了郭瑞鹏出资修族谱的事。瑞鹏这孩子真是有出息，一出手就是60万。村里的婶婶大娘们议论纷纷，人家现在做外贸生意赚大钱呢，关键是有这份心，不忘本啊。族中的长辈们更是对郭瑞鹏赞不绝口。堂兄郭文华专门跑到郭瑞鹏的公司，握着他的手说：“瑞鹏，你这份情我们都记着。”另一个堂兄郭文军也说：“咱们郭家有你这样的后辈，真是祖宗积德。”面对大家的夸赞，郭瑞鹏都谦虚地摆摆手，都是应该做的，大家别这么说。郭天花找到了县里一家专门做族谱编修的公司，这家公司在当地很有名气，承接过不少大族的族谱修订工作。公司的负责人是个姓王的中年人，戴着金丝眼镜，看起来很专业的样子。他详细了解了郭家的情况后，制定了详细的修谱计划。郭组长，您放心，我们会按照古制来修，绝对保证质量。王老板拍着胸脯保证。那就麻烦王老板了。郭天花客气地说。1周后，郭瑞鹏按约定将60万转到了指定账户。看着转账成功的信息，他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满足感，能为家族做贡献，这钱花得值。修谱工作正式开始了。王老板带着团队在村里住了下来，开始收集各种资料。他们访问了很多老人，翻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，工作做得很仔细。咱们郭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朝，当年从山西迁过来的。郭天花骄傲地对王老板介绍，确实是大族啊，这次修谱一定要把这些历史都记录下来。王老板认真地做着笔记。修谱的过程很复杂，不仅要理清族人的血缘关系，还要核实各种历史记录。王老板的团队工作很认真，几乎走访了村里的每一户郭姓人家。瑞鹏，你的资料我们都核实过了，你父亲郭志国确实是郭家第12代，你就是第13代。王老板专门找到郭瑞鹏确认信息。好的，麻烦您了。郭瑞鹏客气地说。3个月的时间很快过去了，修谱工作进展顺利。王老板的团队每天都在忙碌，整理资料、核对信息、编写内容。郭天花隔3差5就去看看进展，每次回来都很兴奋。瑞鹏啊，族谱快修好了，到时候你的名字也会在上面，咱们郭家的传承又能延续下去了。郭天华高兴地对郭瑞鹏说。郭瑞鹏也很期待，想象着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族谱上的情景，心里充满了自豪感。毕竟这是他用60万换来的，不仅是金钱的投入，更是对家族传承的贡献。春暖花开的时节，郭家新修的族谱终于完成了。郭天花决定在祠堂举办一个隆重的发布仪式，邀请全村的郭姓族人都来参加。祠堂里张灯结彩，焚香点烛，气氛庄重而热烈。族人们早早就聚集在这里，大家都想第一时间看看新修的族谱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咱们郭家族谱终于修好了。郭天花站在祠堂正中央，声音洪亮，这都要感谢瑞鹏的大力支持，没有他的60万，就没有今天的族谱。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，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郭瑞鹏。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点点头，心里却充满了期待。王老板捧着装在精美盒子里的族谱走上前来。郭组长，族谱修好了，请您过目。
郭天花小心翼翼地接过族谱，慢慢打开。这是一套3册的族谱，封面是深蓝色的绸布，上面用金丝绣着郭氏族谱4个大字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郭天花翻看着族谱，脸上满是笑容。郭瑞鹏也走上前去，想看看自己的名字在族谱上是什么样子的。他的心情有些激动，这毕竟是他花了60万才有的机会。族谱按照传统格式编排，从始祖开始，一代一代的记录下来。郭瑞鹏很快找到了第12代，看到了父亲郭志国的名字，心里一阵温暖。接着他翻到第13代，开始寻找自己的名字，1个、2个、3个。他仔细地看着每一个名字，但是却没有找到郭瑞鹏这3个字。他又重新看了一遍，还是没有。心跳开始加快，手心也冒出了汗。族长，这……郭瑞鹏指着族谱，声音有些颤抖。郭天花看到郭瑞鹏的表情，走了过来。他看了看族谱，然后叹了口气：“瑞鹏啊，这个事情我们也很意外。”什么意思？郭瑞鹏的声音已经有些不稳了。是这样的，在修谱过程中，王老板他们做了很仔细的考证。郭天花说话有些吞吞吐吐。经过专业的调查，发现你父亲郭志国可能不是郭家的血脉。什么？郭瑞鹏感觉头脑一阵眩晕。王老板这时也走了过来，推了推眼镜：“郭先生，经过我们的详细调查，发现郭志国先生是被郭家收养的，并非亲生血脉。按照族谱的传统，只有血脉相承的族人才能入谱。”祠堂里瞬间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听到了这个消息，大家面面相觑，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不可能，我爸就是郭家人，从小就在这里长大的。郭瑞鹏激动地说：“瑞鹏啊，我们也很遗憾，但是事实就是这样。”郭天花装出一副无奈的样子。族谱记录的必须是真实的血脉关系，这是祖宗留下的规矩。那我的60万呢？郭瑞鹏问道。这个，郭天花有些尴尬。你的60万我们很感激，就当是你对郭家的贡献吧。毕竟族谱修好了，大家都受益。对啊，瑞鹏，虽然你不能入谱，但是你对郭家的贡献大家都记着。堂兄郭文华也在旁边说道。郭瑞鹏看着周围熟悉的面孔，忽然觉得很陌生。这些人刚才还在感谢他，现在却这样对他。我明白了，郭瑞鹏平静地说道，脸上竟然露出了一丝笑容。这个反应让在场的人都有些意外，大家以为他会大吵大闹，或者至少会很愤怒，可他竟然笑了。瑞鹏，你……郭天花有些不解。没事，我理解。郭瑞鹏收起笑容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先走了。说完，他转身离开了祠堂，留下一群面面相觑的族人。这孩子怎么不吵不闹的？有人小声议论，可能是受刺激了吧。60万啊，换我肯定要闹翻天。郭天花看着郭瑞鹏离去的背影，心里有些不安。这个年轻人的反应太反常了，让人摸不透他在想什么。当天晚上，郭瑞鹏一个人坐在家里，静静地抽着烟。母亲张秀梅看到儿子沉默的样子，知道肯定出了什么事。儿子，怎么了？族谱的事不顺利吗？张秀梅关切地问。妈，他们说爸不是郭家的血脉，是收养的。郭瑞鹏平静地说。什么？张秀梅一下子就激动了。胡说八道！你爸就是郭家人，我和他结婚这么多年，这是我最清楚。妈，您别激动。郭瑞鹏安慰母亲，我心里有数。就在这时，电话响了。郭瑞鹏看了看来电显示，是村里的王大爷。瑞鹏，你现在在家吗？
王大爷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神秘。在的，王大爷，你有事吗？我有些话要和你说，但是不能在电话里说。你能到我家来一趟吗？好的，我马上过去。王大爷是村里的老人，今年80多岁了，是看着郭瑞鹏长大的。他家住在村子最东头，一个人独居。郭瑞鹏到王大爷家时，老人已经在门口等着了。大爷，您找我有什么事？郭瑞鹏问道。王大爷左右看了看，确认没有其他人，才把郭瑞鹏拉进屋里。瑞鹏啊，今天祠堂里发生的事，我都听说了。王大爷压低声音说，但是有些事情，你必须知道真相。什么真相？郭瑞鹏心里一跳。王大爷走到里屋，从一个老木箱里拿出一个发黄的本子，这是我父亲留下的记录，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，你爸郭志国就是郭家第12代的血脉，绝对不是什么收养的。郭瑞鹏接过本子仔细看，上面确实记录了村里各家的血脉关系，其中明确写着郭志国是郭家嫡系子孙。那为什么他们要这样说？郭瑞鹏不解。王大爷叹了口气，瑞鹏啊，这里面有内情。你知道县里要开发旅游项目吗？旅游项目？郭瑞鹏有些茫然。就是要把咱们这一带开发成古村落旅游景区，政府准备投入大笔资金。王大爷继续说，但是有个条件，只有族谱上有名字的人才能分到政府的扶持资金。郭瑞鹏终于明白了，您的意思是，郭天花他们早就知道这个消息，所以才急着修族谱，他们故意把你排除在外，就是想独占这笔扶持资金。王大爷愤愤地说，可是他们为什么敢这样做？因为他们以为你不知道旅游开发的事，以为你真的会相信他们编的谎言。王大爷摇摇头，60万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，政府的扶持资金才是大头。郭瑞鹏感到一阵愤怒，但很快又冷静下来。他知道愤怒解决不了问题，需要的是证据和策略。大爷，这个本子能证明我爸的身份吗？当然能，但是仅凭这个还不够，你需要找专业机构重新做血脉考证。王大爷建议。好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郭瑞鹏站起身来。大爷，这事您先别和别人说，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王大爷点点头。回到家后，郭瑞鹏开始制定计划。他知道光有证据还不够，还要选择合适的时机和方式来反击。第2天，郭瑞鹏联系了省里一家权威的族谱研究机构，委托他们重新考证郭志国的血脉关系。这家机构在业内很有声誉，出具的报告具有很高的权威性。同时，他还联系了县旅游开发办公室，以企业家的身份了解旅游项目的详细情况。郭总，您对我们的古村落旅游项目感兴趣？开发办的主任很热情。是的，我想了解一下具体的政策。郭瑞鹏装作很感兴趣的样子。我们计划投入3000万开发这个项目，其中会有一部分资金作为村民扶持款，但只限于族谱上有记录的原住民。主任详细介绍了项目情况。原来如此，郭瑞鹏心里已经完全明白了郭天花他们的算盘。接下来的几天，郭瑞鹏表现得很平静，该上班上班，该见客户见客户，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。村里人看到他这样，都觉得很奇怪。瑞鹏这孩子心眼真大，60万都不要了，可能是想开了吧，钱没了还能再赚。要是我，肯定要讨个说法。郭天花心里也很纳闷，按理说郭瑞鹏应该很愤怒才对，可他的反应太平静了，
这让人感觉很不安。会不会是在憋什么坏呢？郭文华担心地对郭天花说：“能憋什么坏？他有什么证据证明治国是郭家血脉？”郭天花不以为然。再说了，族谱都已经修好了，还能改不成？时间一天天过去，郭瑞鹏依然没有任何动静，这让郭天花他们渐渐放下了心。第3天上午，省里的族谱研究机构出具了权威报告，报告详细分析了各种历史资料和证据，最终确认郭志国确实是郭家第12代的血脉传人，绝非收养。郭瑞鹏看着这份报告，脸上露出了冷笑。有了这个权威证据，加上王大爷提供的历史资料，他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来证明真相。但是他并没有急着行动，而是继续保持平静，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。儿子，你真的不打算做点什么吗？母亲张秀梅看不下去了，那可是60万啊！而且他们这样污蔑你爸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妈，您别急，我心中有数。郭瑞鹏安慰母亲，有些事情需要时机。什么时机？让他们先高兴几天，然后我再给他们一个大惊喜。郭瑞鹏眼中闪过一丝狡黠的光芒。其实郭瑞鹏这几天一直在暗中准备，除了收集证据，他还联系了县里的几家媒体，准备在适当的时候曝光这件事。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，郭瑞鹏深知时机的重要性。太早行动可能效果不佳，太晚行动又可能错过最佳时机。他要等到一个最合适的时候，给郭天花他们一个致命的打击。这天晚上，郭瑞鹏接到了一个记者朋友的电话。瑞鹏，我听说你们村里修族谱的事，这个新闻有看点啊。记者老李在电话里说。什么看点？郭瑞鹏明知故问。一个企业家出资60万修族谱，最后却被排除在外，这不是很有争议性吗？老李嗅觉很敏锐。老李，如果我告诉你，这里面还有更大的内幕呢？郭瑞鹏故意吊他的胃口。什么内幕？老李来了兴趣。现在还不能说，不过很快你就知道了。郭瑞鹏卖了个关子，记住，3天后给我打电话。挂了电话，郭瑞鹏看了看日历，明天就是第3天了，是时候收网了。与此同时，郭天花他们正在商量着旅游开发项目的事。组长，政府那边说下周就要来村里实地考察，到时候族谱就是最重要的依据。郭文华说道。好，这次咱们可要发财了。郭天花满脸兴奋。政府的扶持资金按人头分，咱们族谱上有名字的人都能分到，那郭瑞鹏那边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郭文军有些担心。能有什么问题？他又拿不出证据证明治国是郭家血脉。郭天花不屑地说。再说了，族谱都已经印好了，难道还能重新修？也是，咱们都按规矩办事，他再有钱也没用。就在他们以为一切都在掌控之中时，郭瑞鹏已经在为最后的反击做准备了。第3天早上，郭瑞鹏起得很早，他先是给记者老李打了电话，约他下午到村里来，然后又给县旅游开发办的主任打电话，说有重要情况要反映。瑞鹏，今天你要做什么？母亲张秀梅看儿子忙前忙后的样子，心里有些紧张。妈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咱们要讨回公道了。郭瑞鹏信心满满地说。上午10点，郭瑞鹏给郭天花打了个电话。组长，我想和您还有族里的几位长辈见个面，有些事情想当面说清楚。瑞鹏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族谱的事已经定了。郭天花有些不耐烦，我觉得还是见个面比较好。您看下午2点在祠堂怎么样？
郭瑞鹏坚持要见面。郭天花想了想，觉得也无所谓，行，那就下午2点吧。就在郭天花准备挂电话的时候，郭瑞鹏突然问道：“组长，您听说过血脉 DNA 检测吗？”郭天花的手猛地一抖，电话差点掉在地上，他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，额头上冒出了冷汗。这个问题像一把利剑，直刺他的心脏。你什么意思？郭天花的声音开始颤抖。没什么特别的意思，就是随便问问。郭瑞鹏的声音依然很平静。下午见。电话挂断后，郭天花瘫坐在椅子上，心跳如鼓。他知道暴风雨要来了。下午2点，祠堂里再次聚集了郭家的主要族人，郭天花、郭文华、郭文军等几个长辈都来了，大家脸上都有些紧张的神色。郭瑞鹏准时出现在祠堂门口，手里拿着一个文件袋，他的表情很平静，但眼神中透露出一种坚定的光芒。瑞鹏来了，郭天花强装镇静地说：“你有什么话要说？”各位长辈，今天我来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发现。郭瑞鹏走到祠堂中央，首先，我想问问大家，知道县里要开发旅游项目吗？郭天花他们脸色一变，没想到郭瑞鹏竟然知道了这个消息。旅游项目和修族谱有什么关系？郭文华硬着头皮问道。关系可大了。郭瑞鹏笑了笑，政府的扶持资金只分给族谱上有名字的人，这个政策你们应该很清楚吧？胡说八道，我们修族谱是为了传承家族文化。郭天花色厉内荏地说。是吗？郭瑞鹏从文件袋里拿出一份文件，这是省族谱研究机构出具的权威报告，明确证实我父亲郭志国就是郭家第12代血脉，绝非收养。他把报告展示给大家看，这家机构在业内享有很高声誉，他们的结论比你们找的那个修谱公司更有说服力。郭天花接过报告看了看，脸色变得煞白。这份报告确实很权威，完全推翻了他们之前的说法。还有这个，郭瑞鹏又拿出王大爷提供的历史记录，这是村里的老人保存的族人血脉记录，上面清楚地写着我父亲的身份，证据确凿。郭天花他们已经无话可说。我再问一遍，你们为什么要编造谎言，把我排除在族谱之外？郭瑞鹏的声音变得严厉起来。郭天花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。我来告诉大家真相吧。郭瑞鹏环视众人，他们早就知道政府要开发旅游项目，知道只有族谱上有名字的人才能分到扶持资金，所以他们策划了这个骗局，既要我出钱修族谱，又要把我排除在外，这样就能独占政府的扶持资金。你有什么证据？郭文华还想狡辩，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脚步声，县旅游开发办的主任和几个工作人员走了进来，后面跟着记者老李和摄像师。各位，我是县旅游开发办主任。主任走上前来，我们接到举报，说这里的族谱存在造假问题，特来调查。郭天花看到这阵势，知道大事不妙，记者老李也开始工作。观众朋友们，我现在在郭家祠堂，这里正在发生一起族谱造假事件，不是造假，我们按规矩办事。郭天花急忙辩解。按规矩？郭瑞鹏冷笑道，你们收了我60万修族谱，却故意编造谎言，把我排除在外，这叫按规矩。旅游办主任仔细查看了郭瑞鹏提供的证据，又核对了族谱的内容，脸色越来越严肃。根据我们的调查，这份族谱确实存在严重问题。主任宣布，
我们将暂停对该村的旅游开发项目审批，直到问题解决为止。这句话如晴天霹雳，让郭天花他们彻底慌了神。没有了旅游项目，他们的如意算盘就全泡汤了。郭先生，您的遭遇确实令人同情。主任对郭瑞鹏说，我们会要求他们纠正错误，给您一个交代。记者老李也在旁边添火，这样的事情如果被媒体报道出去，对当地的形象会造成很大影响。面对政府部门和媒体的压力，郭天花终于顶不住了。瑞鹏，这事是我们做的不对。郭天花低下了头，我们给你道歉，道歉就完了。郭瑞鹏并不满足，我要求重新修订族谱，恢复我和我父亲的名字，而且要公开承认错误，还我清白。可是族谱已经印好了。郭文华还想说什么，那就重新印。郭瑞鹏态度坚决，反正钱我已经出了，你们看着办。旅游办主任也在旁边施压，如果不能妥善解决这个问题，我们的项目就不能启动。在各方压力下，郭天花他们只能同意重新修订族谱。好，我们重新修。郭天花无奈地说，但是重新印刷的费用我可以继续出。郭瑞鹏爽快地说，但是有个条件，以后村里的任何重大决策都要透明公开，不能再搞这种暗箱操作。这个要求很合理。旅游办主任表示支持。经过一番协商，双方达成了协议，重新修订族谱，恢复郭瑞鹏和郭志国的名字。郭天花等人公开道歉，承认错误，建立村务公开制度，重大决策都要经过民主讨论。1个月后，新的族谱修订完成。这次，郭瑞鹏的名字赫然出现在第13代族人名录中，位置还很靠前。发布仪式上，郭天花当着全村人的面向郭瑞鹏道歉：“瑞鹏，之前的事是我们做错了，对不起，族长。过去的事就过去了。”郭瑞鹏大度地说：“我们向前看，县旅游开发项目重新启动，但这次建立了严格的监管机制，每一笔扶持资金的使用都要公开透明，接受村民监督。”郭瑞鹏作为村里最有能力的企业家，被推选为旅游开发项目的监督委员会主任。他表示会认真履行职责，确保项目真正惠及全村人。钱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是公平和正义。郭瑞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：“我希望通过这件事，让大家明白一个道理，做人要诚信，做事要公正。”母亲张秀梅看着儿子在族谱上的名字，眼中含着泪花。你爸要是知道了，一定会很欣慰的。妈，我们郭家的传承不会断。郭瑞鹏拍拍母亲的手，而且会越来越好。从此以后，村里的事务变得更加透明公开。郭天花虽然还是族长，但再也不敢独断专行了。郭瑞鹏用他的智慧和坚持，不仅维护了自己的尊严，也为村里带来了新的治理模式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